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预算9000到1万买一台顶级旗舰，你会优先考虑哪台机子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上半年这波8进1安卓旗舰我们7788也评测的差不多了，给我的总体感觉呢就是价格上去了，但是硬件配置变化不大，甚至呢变得更差了，而且日常流畅度上有些8进1机型甚至不如去年的888。这其中呢有 SoC 拉垮的关系，也有厂商摆烂的关系。那么这台万元级别的 S22 Ultra 能不能一改安卓旗舰的现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今天我们就好好来测一波。这2年手机的后盖设计大家都在追求辨识度，但一轮下来呢，辨识度兼具美感的设计确实寥寥无几。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来说，辨识度高的看起来都有点丑，设计和谐的辨识度呢都不高。而 S22 Ultra 的设计辨识度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了。4角方正的微曲面屏幕，即便是不看手机背面，也能够让人一眼认出，这不就是三星的 Note 系列吗？现在改叫 S 系列了，那没事了。方正的屏幕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辨识度，同时呢，也让这个手机看起来更加硬朗干练。边缘呢依然是微曲面设计，兼顾了显示效果和侧滑的手势舒适度，并且这次屏幕和中框后盖的衔接过渡非常顺滑，基本呈现一个圆柱形的效果，摸起来呢没啥错落感。摄像头部分虽然说还是之前的排列组合，但是去掉了门板合页的设计之后，整个后盖看起来精致简洁不少，不会像 S21 Ultra 那么臃肿。尤其是这个白色白得很彻底，日常握持呢不怎么沾指纹，所以就外观设计来说 ，S22 Ultra 可以说是上半年这些安卓旗舰机里面最好的一个了。辨识度拉满，同时兼顾美观度，符合它万元机的定位。那么问题来了，满分10分的话，大家会给 S22 Ultra 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作为超大杯机型，它的体积重量也不能忽视，裸机实测重量呢大概是230克左右。内置 S Pen 也让机身宽度达到了78毫米单手握持时呢还是很伸手的，尤其是4个边角。另外 S22 Ultra 底部扬声器在左侧，也就意味着横屏握持玩游戏的时候需要多一个反转动作，不然呢扬声器容易被遮挡。今年 S22 Ultra 呢，终于是抛弃了沿用多年的大尺寸 Z 轴，但不知道是不是三星特别钟情于之前的 Z 轴效果 ，S22 这个 X 轴呢，无论是打字还是系统适配的震感效果，都和之前的 Z 轴比较接近。主要的变化可能就是手机平放在桌面时，震动提醒不会有震天撼地的感觉了。之所以把 S22 Ultra 称之为 Note 系列的借尸还魂，除了硬朗的外观设计外，核心原因呢还是这一次它把 Note 系列标志性的 S Pen 给加回来了。这支笔单纯从书写的体验上来说，确实挺好的，延迟低，阻尼感到位，细屏状态下随手抽出笔呢就可以进入速记模式。但有一说一对于手机这种6寸左右长条形屏幕的设备来说，手写笔的实用性很低。就拿最基础的息屏速记来说，竖屏状态下没写几个字，手掌呢就缺少支撑点了，这个时候写起来呢会比较费劲。所以说这支笔偶尔练练自己的签名，列几行提纲呢还行，但真的想要靠这支笔速记一些啥，还不如打字或者说用语音备忘录。手写笔的最佳使用场景还是在大尺寸的平板上。除了记笔记呢，系统中也集成了一些笔的拓展功能，但大多数的实用性都不高。比如说用笔来精准选择文字进行翻译，你需要先抽出笔，然后选择这个翻译功能。悬浮在对应文字上，然后选中之后再点击跳转翻译。而实际上呢，现在各家系统都有老罗的库叉，三星自己也不例外。只要长按对应的文字，选择分词检索，就可以直接跳转翻译显示结果了。笔的操作并不能带来效率上的提升，唯一让大米觉得实用的地方，可能就是自拍环节了。因为机身比较大，单手握持按快门呢会比较吃力。这个时候你用笔去控制快门，确实会更加方便。所以关于手机上的 S Pen， 估计三星内部也是举棋不定比如说去年的 S21 Ultra 也是支持 S Pen 了，只不过没有机身内置。三星呢甚至给 S21 Ultra 专门推出了一个可以塞 S Pen 的壳但是今年 S22 Ultra 呢它又内置了，可能是觉得做了这么多代直接取消又有点舍不得。反正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如果把 S Pen 所占的内部空间换成更大的电池容量大米个人呢肯定会选择提升电池容量。屏幕原本是三星旗舰的一个优势，但是这2年随着国产旗舰陆续都上了 2K 120赫兹屏幕，三星旗舰的屏幕优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小了。S22 Ultra 这块屏幕正面看通透度很不错，但是和很多异物材质的屏幕一样，倾斜45度左右，白底画面呢就会出现偏绿推测呢也是上了微棱镜技术，牺牲了可视角度换取高亮度。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118尼特，默认平均色温呢是6760K。色准方面还是三星旗舰的老样子鲜艳模式下色偏较大，平均色彩偏离呢是5.8。如果你在这个模式下拍照，看到的照片比实际要更加艳丽，那么大概率不是相机的问题当你把色彩模式调整到标准模式就正常了，这个时候平均色彩偏离呢是2.0。所以今年 S22 Ultra 屏幕的优势还在于屏幕的形态，尤其是看视频或者说看图片，视觉冲击力呢会更强。
去年 S21 Ultra 虽然说游戏调度比较怂啊，但是日常应用的流畅度表现是挺不错的，接近满血的120赫兹高刷新率，没有所致所难的高刷体验困扰啊。所以说去年夏天没到来之前，大米也是用 S21 Ultra 作为主力机用了挺长一段时间。今年 S22 Ultra 的高刷策略依然是比较开放的，我们测试了30款 App 啊，除了2款短视频，其他呢都没有出现锁帧。但是你要说应用内的流畅度表现，目前系统下 S22 Ultra 是不如去年的 S21 Ultra 的。很多应用内的信息流滑动都存在掉帧，有时候手势动画呢也会存在掉帧。用 Geekbench 5跑分测试 ，CPU 单核多核成绩呢是1200加3500加。修改包名之后的 JBenchmark 测试，单核呢是1200加，多核呢是3300加。从处理器日常调度情况来看 ，S22 Ultra 虽然说没限制处理器的最高频率，但是日常信息流里面大核的频率基本是处在一个低频区间的，只是偶尔会提升一下。更多还是靠3个 A710中和。游戏性能方面，王者荣耀90帧，平均92.7帧，关闭抗锯齿鼠毛，没有降分辨率。游戏时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3度左右。最新系统更新之后呢，原神确实不锁帧了啊，进入游戏最高可以到60帧，但是1分钟左右开始降频，最终呢稳定在30帧左右。15分钟平均帧率呢是35.8帧，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左右。另外更新之后，游戏助推器里面还增加了一个备用游戏性能管理的选项啊，开启之后呢可以达到平均41帧，机身最高温度呢则是飙到了50度左右。对比2年前的865小米10 Ultra， 游戏帧率强37%，温度呢还更低。当然这里我们也是重新测试了一波三星 S21 Ultra 的原神，最新系统下平均呢是38帧，最高温度呢是45度左右。续航方面呢，在怂调度的前提下，300尼特亮屏续航成绩在8建议机型里面还算可以，总共坚持了5小时40分左右。所以从日常流畅度、游戏体验角度来说，尽管三星 S22 Ultra 加强了散热，但是还是耐不住8建议的拉垮。日常使用流畅度、游戏体验相比 S21 Ultra 都有所倒退。充电方面呢，这一次我们同时测试了25瓦和45瓦的充电速度。25瓦下锁屏呢会提示超快充电，完整充满耗时64分钟。45瓦充电时会显示超快充电 2.0， 完整充满耗时呢是57分钟，快了7分钟。不过45瓦的优势呢，还是在于短时间的回血能力上。15分钟快充电量方面，25瓦呢是5.43瓦时，45瓦是7.57瓦时，快充体验总体上呢还是有进步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呢还在系统中集成了2个充电选项开关，加速充电和超快充电。使用的时候呢，要把它们全部打开，才能实现最快速度。对于熟悉网 UI 能熟练运用各种官方插件的用户来说，网 UI 的体验呢确实不错。在 GoodLock 插件的加持下，很多东西呢可以自定义，可以 DIY 成自己理想的状态。比如说，系统默认给到的侧滑手势功能是比较单一的。那么查看网 UI 说明书之后，下载王翰的 Operation 插件，侧滑快捷功能瞬间就能多出一堆。比如说，向内水平长滑一段距离可以设置为切换上一个应用，向下长滑一段距离可以设置为后台多任务，而向上长滑一段距离可以设置为单手模式，甚至还可以自定义侧滑时马达的震感力度。再比如说，系统默认给到的息屏样式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查看网 UI 说明书之后，你可以通过 Rockstar 插件进行更多的自定义设置。如果你觉得系统默认的多任务操作界面效率不够高可以用 Task Changer 5选1基本是涵盖了目前主流多任务界面。系统默认截图之后的菜单里面没有删除选项，查看网 UI 说明书之后，可以在插件里面手动添加开关。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如果你没有好好学习网 UI 说明书，那么有些体验确实也挺尴尬。比如说 S22 Ultra 虽然说是2K 屏但是手机默认图标看着总感觉是糊糊的不仅是第三方应用，大部分自带应用也没有进行高清重绘，而内置的主题市场质量呢又不太行。拍摄近距离物体自动切换广角，常规理解呢是自动切换微距模式，但是三星这里叫做对焦增强程序。常用的护眼模式在网 UI 里面叫做眼睛舒适度保护。一些翻译的表述问题其实也存在于官方的 GoodLock 插件里面。状态栏图标叫做指示图标，截图配置程序中文翻译叫做好球。原因是 Long Live App 有点常识呢会翻译成常驻应用三星的翻译是一个不会死的应用程序。这类充满机翻气息的翻译以及爽言爽语的描述，即便不会对功能有太大影响，但无形之中肯定会增加用户的学习成本。当然了，从功能角度来说，网 UI 目前也是挺全的，小窗模式、老罗的裤衩啥的也都有。负一屏常用的扫码开关按钮呢也比较齐全，配合官方的 GoodLock 插件，自定义程度非常高。但是想要玩爽这个系统，确实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今年上半年这波8建议奇迹的影像规格相对于自家上一代，很多都出现了开倒车。有的削长焦，有的削主摄，有的呢削广角。虽然说8建议的优势呢是 AI 和 ISP， 但是真正对影像拍照的机子可以说是寥寥无几。S22 Ultra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在硬件规格上相对于上一代没有出现明显削弱的机子。整体影像规格呢和 S21 Ultra 差不多。
当然，细的来看，3倍长焦和10倍长焦的底都更小些，但10倍长焦改进了光学结构。主摄呢依然是 HMN3加光学防抖1亿像素，三星算是打磨了好几代了。但目前系统版本 S22 Ultra 的主摄实际成像表现反而要比 S21 Ultra 有所倒退。比如说在有些夜景场景中 ，S22 Ultra 对于灯箱的高光压制就不如上一代的 S21 Ultra， 并且整个画面锐化痕迹呢比较明显，有些场景的画面噪点也会更多。去年 S21 Ultra 的优势是日常拍摄体验不错，色彩观感呢比较舒适。但是今年 S22 Ultra 在有些场景里面，画面呢会出现泛白的问题，色彩观感呢也不如 S21 Ultra。而且对比目前的国产旗舰来说，三星旗舰的一些大光比场景里面动态范围也是处于劣势的。比如说这组大光比的窗户样张，两台三星旗舰窗外的细节都不如小米11 Ultra 和 P50 Pro。主摄的算法层面上 ，S22 Ultra 基本是没啥进步的。主要升级的部分还是这一次的10倍变焦，虽然说 S22 Ultra 底更小，但光学结构进行改进，实际拍摄效果上来说，解析力确实更强了。比如说白天正常光线情况下，它的10倍画面清晰度是4台机子里面最好的，同时画面动态范围表现也不错。到了暗光下，同样10倍 ，S22 Ultra 的降噪也要比 S21 Ultra 更好。3倍长焦的画质表现上 ，S22 Ultra 和 S21 Ultra 差别不大，前者的动态范围略好，后者呢细节略好。但如果是进一步放大到5倍同样是基于3倍的数码裁切 ，S22 Ultra 的细节表现就明显不如上一代了。超广角的表现倒是差别不大，算法上呢也没有大的改进变化。OK， 那么简单总结一波作为目前售价最贵的8英旗舰 ，S22 Ultra 在整体的配置堆料上确实会更加全面。除了40瓦充电依然没有赶上国产第一梯队其他方面你想要的它差不多也都有。比如说影像规格没有缩水，10倍潜望式长焦很强。整体的 ID 设计可以算是上半年这波安卓旗舰里面的 Top 1了，尤其是正面这块方形微曲面屏幕形态，辨识度十足。但你要说这个机子实际使用体验和去年的 S21 Ultra 相比有啥明显提升吗？并没有，甚至因为8英的优化关系，日常流畅度、游戏表现以及主摄的拍照环境上都有所倒退。所以说我们之前常说的一句话，芯片烂毁所有，可能真的是一句听起来难听的大实话吧。如果说这个机子核心 SoC 能有 A14 这个级别，那么各方面使用体验必定会比现在更上一层楼。5000毫安时电池加持下，一天续航肯定是妥妥的。但现在情况是，各家5000毫安时大电池的机型，实际续航表现还不如3000毫安时级别的 iPhone 13。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年各家安卓旗舰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上市初期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优化不足问题。如果说是2000左右的高性价比机型，那么大家可能还能接受。但现在各家安卓旗舰已经是5000、6000起步了，用户买到手还是一个半优化状态，就很难受。等 OTA 等优化吧，价格也跟着跳水了。早买冤大头，晚买享折扣，可以说是适用于绝大部分的安卓旗舰了。8英旗舰呢，建议还是继续等一等618跳水，或者说直接等一下下半年的新机。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